如果苦地是認清風浪的存在，那麼極地就是洞察風浪為何興起，並發現風暴真正的源頭不在海上，而在我們心中。極地是確診病因，投資紀律是對症下藥。下面用清楚的方式來說明，再用2个故事來結尾。極地就是苦從哪裡生出來的，是痛苦的因。佛法說苦來自可愛、執着、錯誤的抓取，因此投資痛苦來自於你抓錯東西，不是市場讓你痛苦，是你抓住讓你痛苦的因。極地與投資紀律的關係：一、投資紀律被破壞，不是因為市場，是因為內心的慾望。例如，想賺更多追高，怕賣了漲不停利，怕賠錢不停損，想立刻翻身隨便亂買，想抓到最低點，錯過買點後懊悔，想不輸買太多，下太重。這些想要就是貪愛，這些怕失去就是執取，這些才是破壞紀律的真正因。極地。2、如果看不見痛苦的因，你永遠無法有紀律。你以為問題是市場不好，個股不好，盤態震盪，其他人比你厲害。其實真正的因是你想賺得太快，你不想承受小痛，你太想要控制市場。紀律不是為了對抗市場，而是為了矯正自己的急。3、找到痛苦的因。極地，紀律才會自動更穩定。例如，你發現自己追高是因為急，你發現自己套牢是因為不願面對錯誤，你發現自己不停利是因為想要更多，你發現自己失眠是因為部位太重。當你看到因，你自然會做減碼、設停損、固定策略、固定部位，不追漲不殺低，做記錄，按計劃執行。紀律就是切斷痛苦的因，這就是極地與投資紀律的連結。第一個故事，老和尚指向痛苦的根。一天，小投資人再次上山，他說：師父，上次你說市場本來就苦苦地，但我還是常常破紀律，到底為什麼？老和尚沒有回答，而是拿出一塊石頭。孩子，把這塊石頭抓緊。小投資人抓住，覺得沒事。老和尚說：再抓緊一點。小投資人開始覺得痛，再更緊，手開始發麻。最後老和尚問：孩子，是石頭讓你痛，還是你抓太緊？小投資人愣住了。老和尚說：市場不是石頭，你對市場的貪、怕、急、執着才是痛苦的根，這個根就叫急。接着老和尚放下石頭說：如果你放掉貪，放掉急，放掉想控制市場的心，紀律自然會回來。不是你在守紀律，而是沒有東西可以讓你破紀律。小投資人恍然大悟，苦是市場的本質，急是你心裡抓錯的東西，紀律就是放開那顆讓你痛的石頭。第二個故事，心中的3把火。還記得無常森林嗎？老獵人在教阿苦時，不僅指出了森林的危險苦地，還點破了他內心真正的敵人。孩子，森林裡最危險的不是猛獸，也不是沼澤，是你心裡燃燒的3把火。第一把火叫貪，看到一點金光就以為是遍地寶藏，不顧一切撲上去。第二把火叫嗔，遇到挫折就怨天尤人，憤怒的亂砍亂闖，反而讓自己傷得更深。第三把火叫痴，在霧中不認路，也不學看地圖，盲目跟住別人的腳印走，走丟了也不知為何。這3把火就是極地，他們會讓你雙眼朦朧，心智狂亂，自己親手把平靜的森林變成地獄火海。阿苦聽完冷汗直流，他問：那該怎麼滅火？老獵人遞給他3件看起來無比簡樸，甚至有些沉重的工具，一個帶刻度的水桶對治貪火，一面冰冷堅實的銅盾對治嗔火，一幅需要自己繪制的地圖對治痴火。這就是紀律。在投資中，3把火與3件工具就是極地與紀律的對峙關係。一、貪火定量的紀律極地表現，總想買在最低，賣在最高，嫌棄每年10%太慢，渴望一夜暴富，押上全部身家，甚至借錢 all in。紀律對峙資產配置，像那個帶刻度的水桶，事先嚴格規定每類資產只能裝多少，如股票最多60%，絕不因貪婪而越界。定期定額，無論市場多狂熱，
固定時間投入固定金額，強行澆滅衝動追高的貪火。停利紀律，設定明確的獲利了節點，如同水桶滿了就要倒出，不貪圖最後一個銅板。2. 趁火冷靜的紀律，極地表現，一虧損就咒罵市場、公司或推薦人，急於扳本而報復性交易，因恐懼而在地板價清倉。紀律對峙，預先設定停損，像那面銅盾，在進場前就決定我能承受多大的衝擊，價格觸及盾牌就撤退，保護本金不被情緒的怒火燒盡。復盤不復仇，虧損後強制執行復盤流程，分析決策哪一步出錯，而非被憤怒驅使着立刻投入下一場復仇交易。隔離決策，在情緒激動時強制執行24小時冷靜期紀律，不在此時做任何買賣決定。3. 吃火求知的紀律，极地表現，聽信小道消息買賣，投資自己完全不懂的產品，將過去的運氣誤認為實力。紀律對峙，能力圈原則，像繪製自己的地圖，只投資於經過深入研究、真正理解的行業和公司，不懂的哪怕再火熱也堅決不碰。持續學習計劃，規定自己每周投入固定時間閱讀財報，學習商業模式，用知識的增長驅散無名的迷霧。決策清單，在每次投資前必須逐項回答清單上的問題，如這公司的護城河是什麼，我為何在此價位買入，強制自己理性思考。极地告訴我們，痛苦虧損的根源是內在的病毒貪、嗔、痴。投資紀律就是我們為自己主動建立的行為免疫系統。沒有极地的診斷，我們會以為痛苦是外來的市场害我，從而把紀律當成外部束縛，別人說我應該這樣做。一旦透過極地看清病毒就在自己心中，紀律就變成了內在的防禦本能，我必須這樣做，才能保護自己不被自己的貪念和恐懼摧毀。因此，對極地體悟的越深，你的投資紀律就會越精準、越堅定，也越自發。你不是在遵守規則，而是在運用智慧，為自己內心的戰場構築最堅固的防線。最終，真正的投資高手不是在與市場搏鬥，而是在與極地所指出的自己內心的3把火持續修煉。紀律就是那套最高明的滅火、降溫、照亮迷霧的修行功法。孩子，當你點燃心中的燈塔，別忘了感謝那曾經肆虐的3把火。感謝貪婪之火，因為它的灼熱讓你懂得了界限的清涼，你因此畫下了一條線，線內是豐足與安穩，線外是虛妄的烈焰。這份清涼的界限感名為知足。感謝恐懼之火，因為它的搖曳讓你鍛造了定力的盾牌，你因此站穩了腳步。盾外是無常的風暴，盾內是如如不動的關照。這面安穩的盾牌名為安心。感謝無明之火，因為它的迷霧讓你舉起了覺知的燈盞，你因此看清了腳下的路，燈照之處幻象消散，真實顯現。這盞不滅的燈盞名為智慧。真正的目標不是願你心中永無火光，而是願你每一次貪婪燃起都是你學習度量的機會，每一次恐懼來襲都是你鞏固根基的儀式，每一次無明籠罩都是你點亮覺性的時刻。那3把火從此不再是焚燒你的敵人，而是淬煉你生命韌性的爐火，照亮你認知盲區的燈火。願你看見極地不是生命的詛咒，而是宇宙賜予你最深刻的修煉課表。當你能以紀律與覺知將3火化為3燈，你便完成了從被動的受苦者到主動的光明匠人的偉大轉化。最後，願你的內心不再是烽火連天的戰場，而成為一座燈火通明、溫暖自在的智慧殿堂。在這座殿堂裡，過去的每一份掙扎都成了梁柱上深刻的紋理，未來的每一份波動都成了映照在琉璃窗上的光影故事。你已踏上征途，而最深的平安就在你每一次認出火源，並將它化為燈火的當下。祝福你在極地中覺醒，在紀律中自由。